一休出生于1394年的京都，属于室町时代初期。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日本历史年表，大家可以宏观地看一看一休的时代。同时期，朱元璋开国明朝，铁木儿横行世界，英法100年战争。一休出生的年代极为敏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无法被皇室正式承认的命运。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回到室町幕府的前朝镰仓时代的后期来看一下。那时在幕府的主导下，逐步形成了天皇的兄弟两脉轮流继承皇位的制度，史称两统叠立。这套制度是以轮流的继承换取政治稳定，天皇保留象征性的正统地位，而实际权力则掌握在幕府手中。但是轮到大觉寺派的后醍醐天皇这边，他就不干了。后醍醐天皇试图恢复单一的皇统继承权，于是双方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爆发了激烈冲突。最终，日本的政治中心分裂为由后醍醐天皇在吉野建立的南朝，以及由幕府支持以京都为中心的北朝。这种对立状态持续了56年，史称日本的南北朝时代。直到一休出生前2年不到，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才刚刚统一南北。因此，由幕府支持的北朝后小松天皇就成了唯一的正统。现代天皇也是这一脉出身，而这位后小松天皇就是一休的生父，一休是他的庶长子。而另一边，将军足利义满权势已达顶峰，甚至还有传闻说，连后小松天皇也是足利义满和前天皇的妃子所生的孩子。而关于一休的出身，都说他是天皇的私生子。然而，一休的生母藤原氏虽然是宫女，但后小松天皇的宫女全都出身高贵。藤原氏被认为是南朝名将南木正成的玄孙，而且宫女的孩子被承认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当时南北朝刚刚统一才1年多，对立并未真正消散，任何存在于宫廷中的南朝因素都可能被视为潜在威胁。在这样的局势下，围绕一休生母的各种指控开始出现，甚至称他肩负刺杀天皇的任务。于是怀孕的藤原氏就这样成为了宫廷内部权力斗争与嫉妒心的牺牲品。带有南朝色彩的一休不被允许有任何可能继承皇位的机会，因此藤原氏被赶出了宫廷。最后他在地藏院附近生下了一休，母子2人相依为命，一直在地藏寺生活了6年后，一休再次被迫离开母亲身边，被带往安国寺出家。之所以说是被带走，是因为安国寺并非普通寺院，而是由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当时的天皇建立的寺庙，属于朝廷官方寺院，也是京都10大寺庙之一。因此安国寺对于一位已被流放的母亲而言，是绝不可能为了抛弃孩子就能随便选择的规制极高的寺院。仅看安国寺的背景，就很容易明白谁是制造这出母子分离的幕后黑手。在那里，一休既能与外界世界彻底隔绝，也能始终处于受监控的状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时许多地位崇高的僧侣衣着华贵，身居大寺之中，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正因如此，据说一休的母亲虽然终日为他的处境忧心，但仍日日祈祷，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和尚。之所以花这么多时间来解释一休的出身背景，是因为我认为他这一遭遇和他今后离经叛道、蔑视权威的性格息息相关。但儿童时期的一休却是一位对学习态度十分认真的孩子。一休虽然属于灵济寺的大德寺派，但其实一开始他接受的是建仁寺派的熏陶。建仁寺同样是幕府系的京都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培养出许多精通文学的僧侣，以致凡是建仁寺派出身的都被誉为学识渊博。在那里，自由聪慧的一休表现出与周围僧人明显不同的气质，被誉为神童。据说他的聪颖程度与动画片中的形象不相上下。13和15岁时，一休做的2首汉诗还在京都广为流传，颇受欢迎。但同时，极端认真的一休似乎对周围僧侣只热衷于世俗出头、炫耀家世门第，却不真正精进佛道的态度感到强烈的反感。关于一休能做汉诗，需要解释一下。在中世纪的日本，不光是建仁寺派，僧侣本来就是知识阶层，
汉字是当时僧侣和上层社会的通用语，日本只有去大唐和北宋取经的，取来的佛经都是汉译本。正如中世纪的牧师一定懂拉丁文，高种姓印度人普遍掌握英文一样。同时，寺庙的和尚会免费教庶民识字。日本的文盲率低，就是因为自镰仓时代起，寺庙僧侣对平民的识字教育属于布教于日常服务的一部分，多半免费。直到明治时期建立了近代国民教育制度之后，识字教育才正式从寺庙手中转到了学校。1410年，16岁的一休离开了京都的幕府系寺院，转而前往滋贺县的西金寺，拜千温和尚为师。西金寺是一座以修行为核心、远离制度中心的清贫小寺，而千温本人也近乎苦行僧一般，生活与修行都极为严苛。这次转寺十分突然，也很蹊跷，史料并未留下明确的原因。如果要推测，也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一休犯了大错，被发配去的西金寺，另一种则是安国寺与建仁寺的修学氛围已然无法给予一休真正意义上的六根清净，满足不了他对佛学本质的持续追问和钻研。无论是哪一种，这都意味着一休将脱离体制内舒适圈，也等同于不再拥有稳定的前途。对少年一休来说，是一个人生方向的大转折。在西金寺，师徒二人志向高远，却生活困顿，贫寒到几经断粮。一休靠着缝纫的副业为生，挑着担子四处贩卖小物件和人偶，同时还得照料身体不便的师傅。而正是在这段一休十分艰苦的时期，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继位，成为了称光天皇。一休师徒的修行尽管十分清苦，但他对这位师父显然怀有极深的敬慕之情。可惜仅仅4年后，千温猝死。20岁的一休闭关1周后，对这件事情依然无法开悟，悲痛之下便试图从唐桥上投河自尽，期望能在来世与师父重逢，但被母亲派来一直守护他的人及时救下。长期身处特权之地，却始终无法在身份与思想上获得认同的一休，唯独在这位清贫苦修的师父身边，第一次感到了相依为命的真正契合。对少年一休而言，师父给予的应该不仅仅是指引之恩，更像是一种一休此前从未真正体会过的亲情。然而他究竟夙缘未了，世间还有一位始终牵挂着他的母亲，因此他被重新拉回了人间。劫后余生的一休在次年回到京都，拜大德寺的主持华搜为师，从此成为了大德寺派。大德寺深得被北朝厌恶的后醍醐天皇的喜爱，曾被他钦定为凌驾于京都五山之上的寺院，因此带有相当浓厚的南朝色彩。也正因如此，大德寺在室町幕府时期一直被将军家刻意冷落和降格，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一休避开了幕府体系的寺庙，选择了在这里修行的原因吧。值得一提的是，100多年后，丰臣秀吉正是在大德寺为织田信长举行的葬礼。1418年，24岁的一休参与了洞山3顿棒的答辩。3顿棒指的是在答辩过程中，无论对错好坏，都要被打3棒子，目的是彻底打断答辩人对语言与理解的执着。一休的答辩是：人生不过是从充满烦恼的此岸走向没有烦恼的彼岸的途中一段短暂的停歇而已。既然如此，风要刮就刮，雨要下就下。文中提到的一休这个词，在日文中的含义就是短暂停歇。华搜听后对这一心境深感赞许，就从答辩中取出一休2字作为他的道号。也正是从这一刻起，一休这个名字才真正诞生。又2年后，26岁的一休在深夜静坐参禅，听见黑暗中传来乌鸦的鸣叫，却看不见身影。就在那一瞬间，一休突然悟到，在黑夜中看不见乌鸦，并不代表他不在那里。佛亦如此。这次顿悟得到了师父华搜的肯定，认为一休已经得到了真传，准备将印刻，也就是得到承认的证书正式授予他。但一休拒绝了。很显然，既然悟了，
又何须再借助世俗的文书来证明呢？据说华搜看见一休的态度坚决，一边称他为傻瓜，一边却面带微笑地送他离开。自此，一休跳脱一切，开始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疯狂人生。整日吟反诗做反词，男女通吃的享受肉体的欢愉，俗称破戒和尚。看到了吗？那个曾经倾尽全部心力执拗地追问真理的一休，终于完成了他的蜕变。当初有多认真，如今便有多狂放。大彻大悟之下，那个把一切都看穿的一休开始回归本我。佛祖不再是需要以外在形式供奉的对象，而成为了心中早已安放的存在。从此以后，他不再向任何体系证明自己，只对自身的真实负责。而就在一休悟道2年后，体弱多病且没有子嗣的称光天皇病危，后小宋太上皇只能将一休的另一位弟弟立为继承人。没想到这位弟弟比称光天皇走得还早。与此同时，天皇与太上皇关系长期紧张，还曾离宫出走，使皇位的稳定性进一步动摇。太上皇一生只有3个儿子，一休已出家为僧，现任天皇眼见寿命无多，而最小的那位又已经挂了。因此有些文书留有太上皇考虑过让一休还俗继承天皇之位的记录。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大约30岁前后的一休写下了一首疑似回应的文字，大致的意思是：我乃出家之身，继承人这种事就让福建宫那边去做吧。几年以后，华搜去世，34岁的一休便离开了大德寺，开始云游四方。同月，称光天皇驾崩，皇位由一休的福建宫一脉的堂弟继承，称为后花园天皇。自从打通任督二脉后，一休的放浪不羁和过于机智的头脑常常让人哭笑不得，甚至被称作麻烦制造机。譬如他将木剑装入华丽的太刀朱漆刀鞘，在集市中招摇而行，因为只要看到外表，便没有人会怀疑里面究竟是否是真货。而且一休不仅癫狂，还很扫兴。新年之际，他将骷髅安在手杖顶端，身披破旧法衣，在街头吟唱：新的一年不过是离死亡近了一步，又有什么值得庆贺的？还有一次，一名妇人因新添孙子而满心欢喜地向他讨要祝福，一休却写下了老爹死，儿子死，孙子也死这样的贺词，令妇人错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他的不合时宜其实是一种直指生命本质的表达方式。他在民间慢慢累积起极高的人气，被百姓传颂为活佛。与此同时，他的言行也遭到了大量僧侣的严厉批判。他对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政及其妻子，被誉为日本3大恶女之一的日野父子所主导的幕府政治进行尖锐讽刺，直接引起将军本人的不满，使他始终成为当时极具争议的人物。进入江户时代后，一休成为大量诙谐故事与机智传说的灵感来源，最终被定性为民间文化中的代表性人物。一休物语等作品也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中诞生的。38岁那年，一休的亲生父亲后小松太上皇在临终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召见了一休。过后，父子2人就此天人永隔。就后小松太上皇和他被承认的2个儿子之间糟糕的关系来看，这场父子相见多半并不是个感人的场景。更何况一休早已是个修炼多年、看穿权贵的高僧，而此时的他已经结束了云游生活，正隐居在大阪的南宗寺，与弟子少真同住。少真不仅是他的门生，也是他的亲生儿子。1447年，大德寺内部因派系斗争而产生了血色清洗，多名僧人被捕受刑，甚至有人因不堪屈辱而自尽。回到京都的一休对整个僧界的堕落彻底失望，于是53岁的他独自进山，试图以断食结束生命。最终是他的从旨后土玉门天皇亲自写信劝说，才打消了他求死的念头。之后的一休的生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我直接略过。时间来到1470年，76岁高龄的一休疯狂地迷恋上了一位名叫阿森的女艺人。她年仅20多岁，
双目失明，为了生计卖艺卖身，是一位命运坎坷的女性。两人之间相差近50岁，相识1年后，一休便带她返回自己居住的仇恩安，开始共同生活。自此，直到她离世的这10年间，从未分离。一休在事迹中以极为直接而炽烈的笔触，将她的美貌与睡颜比作杨贵妃，甚至不乏和她性爱的描述。即便后来一休被土玉门天皇任命为大德寺住持，他仍然不愿住在大德寺中，而是为了阿僧每日往返仇恩安。此外，一休留下的诗文著作中，尤其是在《狂云集》中，淫、美人等词语出现了30次以上，这样的内容恐怕算得上是当时佛教界的金瓶梅了。他在87岁时死于疟疾，对能撑到60就算高寿的中世纪来说算是艺术。临终之际，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想死。这句毫无高僧风范的话令人冷峻不敬，但相较于其他高僧圆寂前富含深意的遗言相比，一休果然还是选择了做自己。去世前，一休留给弟子们一封信，叮嘱他们将来若遇到实在无法应付的重大难题，便拆开此信，就像中国的锦囊妙计。数年后，当弟子们真的面临困难，怀着紧张的心情打开信件时，只看到寥寥数语，没事的，不用担心，总会有办法。如今仇恩安因一休而改名为一休寺，他在去世前1年建成的木塔仍位于寺中。然而由于一休是天皇之子，墓地所在区域不但被装饰上了皇室的专属家纹，并且至今都由宫内厅管辖，一切闲杂外人不得进入。这个一生蔑视权贵的人，死后才被权贵承认，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被安置回体制之中。不知一休在天有灵，会做如何的讽刺诗句。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浮生思，期待您的点赞、评论、订阅，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谢谢。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